兰妥妥定了，川普团队提出把乌克兰切成3份，浅灰色的地方组成傀儡亲俄罗斯的乌克兰，黑色的地方是俄国要求的失控区，争议领土是谁的领土就各自归队拿回去，让俄罗斯跟欧洲直接接壤。所以乌克兰战役的胜败直接冲击地缘格局。梅克主义的核心，欧洲一体化，让美国联俄制中不切实际，联俄制欧也不切实际。所以川普上来之后，不能霸权的地方我就撤，能捞的地方捞，能拐的地方拐，能拉的地方拉，能够用我单边主义去压迫你的地方，用单边主义压迫你。安俄国以胁欧洲嘛，创造一个欧洲永不得超生，永远都是美国的小弟。所以全球核战的阴影就是梅克欧洲军事的逻辑啊，被彻底的摧毁殆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梅克执政16年，利用了4个条件，让德国成为欧洲真正的老大。第一，极为廉价的俄罗斯大宗原物料；另外，苏联解体之后，大量来自东欧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缺劳工，技术德国自己有嘛。资金，美国在马歇尔计划给了嘛，德国也攒下了很多的钱，最后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包含整个欧盟。俄罗斯然后市场如果不够，再去东方找中国，所以美国把俄罗斯逼到另外一边，主要的目的是拆解掉俄德之间连线，彻底的把德国拉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的功能性就出现。所以现在德国最大问题是呢，它的生产要素丧失了，但是没地方补啊。那跟中国的关系呢，又必须要打坏一定程度。所以为什么德国前阵子红绿灯联盟彻底垮掉了，原因就在这里。再来，乌克兰拥有大量的稀土储备，如果要搞新能源的话，乌克兰的矿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得到乌克兰也是美国相当重要的一手。第3点，那你要怎么维系以上的成果不丧失？那就是在俄罗斯心脏压着一枪，那一枪就是500公里射程的战术飞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的金牛座刚好射程500公里，消之打死不给乌克兰啊。所以消之是很清楚一点，如果今天真的彻底跟俄罗斯闹掰，那德国就再也没救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给，美国人会给啊，英国人、法国人会给啊。所以普丁一定要用核弹，如果普丁不用核弹，相当于天天被人家拿枪抵在心脏上面。那对于一向非常重视国防、以攻势防守为主的俄罗斯，等同于变成傀儡国家。所以乌克兰战役的胜败直接冲击地缘格局，这也是为什么普丁在战争期间曾经发下狂语说乌克兰这个国家根本不该存在，因为根据这个边界，对俄罗斯来讲，最好是第聂伯河以东都要落入他的掌控，甚至呢到这里切一条线，乌克兰基本上就不太可能用500公里的这种亚音速的飞弹密集的去打莫斯科，这图不就对上了吗？浅灰色的地方 Pro-Russian State Formation 由亲俄罗斯的国家组成，傀儡的亲俄罗斯的乌克兰，那这一块不就是这整个的缓冲带吗？那这里争议领土意思是要给欧盟一个缓冲带，是谁的领土就各自归队拿回去，上面的争议领土波兰来管，下面的争议领土那就交给斯洛伐克，我们就这样瓜分它吧。 OK， 那乌克兰妥妥死定了。哎呦，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哈。所以你只要这样大家理解，你就知道事实上黑色的地方是俄国要求的失控区，你说就满足俄罗斯吗？是也没有。就战略安全来说，因为当美国已经打开了潘朵拉之盒啊，我就可以随时对普丁的心脏按着一枪，那普丁怎么能接受？所以这个方案据说是川普团队所提出来的，代表川普团队事实上了解了乌克兰问题冲突核心的逻辑，也就是俄罗斯必须确保它首都的一个绝对安全性。所以为什么把乌克兰切成3份？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全球核战的阴影，事实上就是川普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当中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相当极端的方案，不仅是放弃乌克兰，还替俄罗斯量身打造了一套让俄罗斯可以安心的方案。可是如果这个方案画下去的话，那它就会创造欧洲地缘长期且永久的恐惧。为什么？欧洲呢，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国家自行的合并或者是解体之外呢，大
大体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国家被人用物理意义上抹灭啊。但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21世纪，那更是吓死人，尤其是欧洲。所以这就代表俄国的势力更逼近你欧洲，可是俄国又不受威胁，那你欧洲靠谁保护呢？靠我美国保护。可是你靠我美国保护，你脱离不开我，这不就是我涨保护费的好时机了吗？所以川普是懂普京的啊，也就是欧洲此后基本不会出现恶战，但是会出现长期的地缘的敌对性，所以集团化的性就明显加强嘛。川普不喜欢玩集团化，你搞集团化，我怎么做生意呢？但是军工也是一个极大的收入啊，所以最好的方法让俄罗斯跟欧洲直接接壤，那就变成你们长期会有一个激烈的对峙。可是呢，这种激烈的对峙跟不稳定性啊，有利于我们卖东西，但是我美国不跟你俄罗斯对峙啊，拜托，俄罗斯1.4亿的大市场，这就变成一个崭新的局面，所以这就是川普打的算盘跟拜登打的算盘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联俄制中不切实际，联俄制欧也不切实际。这叫做合俄，但是协欧。梅克2021年卸任之后啊，首次接受了 BBC 的专访，不后悔曾经阻止乌克兰进入北约啊。如果自己没有在2008年阻止乌克兰进入北约的话，俄乌战争恐怕只会更早开启。梅克如果这样干下去，就造成一个结果，北约必然要解体。第二个，欧洲从此不再有强大的地缘冲突战争。第三，欧盟真正的一体化。第四，欧洲会真正成为在中美之间的第三极。凡此4点要是让梅克尔完成了，那欧洲就永久脱离了美国的直接控制了。充其量就是一个美国同文同种的盟友，所以梅克尔才是真正的军事高手啊！肖兹跟马克龙连他的一半都没有啊！所以梅克尔在任的时候，德国才真正意义上变成欧盟的老大。所以为什么川普要出招？川普出了这招不为之不毒啊，就是因为太毒辣了。这么毒辣的招是梅克尔看出来的，不然梅克尔今天怎么会浮上来？所以梅克尔的逻辑其实也呈现出了全球核战的阴影。事实上就是梅克尔欧洲军事的逻辑啊，被彻底的摧毁殆尽。那川普上来之后，他要重新调整，安俄国以协欧洲嘛，这样子就会创造一个欧洲永不得超生，永远都是美国的小弟。然后你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梅克尔主义对决川普主义。梅克尔主义的核心就是欧洲一体化，川普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尽可能的不能霸权的地方我就撤，不能收拾的地方我就闪，能捞的地方捞，能拐的地方拐，能拉的地方拉，能够用我单边主义去压迫你的地方用单边主义压迫你。所以川普主义的核心是投机，你知道吗？这两个人的核心逻辑完全不一样。我最近在看这个国际局势，越看越觉得恐怖。普丁为什么最后要拿出核弹这个大杀器来恐吓你？因为俄国是相对被动的，他唯一可以跟西方维持友好关系、整合欧俄一体化的机会，其实是梅克尔时期。当梅克尔时期过去之后，基本上就丧失了。对俄国来讲，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嘛。